魔非魔，道非道，善恶在人心，欲非欲，情非情，因缘由天定。2005年，由《仙剑奇侠传》同名游戏改编的电视剧《仙剑一》一经播出，便创造收视奇迹。直到今天，仙侠剧之中，它仍是巅峰。宿命两字贯穿仙剑，结局的凄凉让人至今想起来都会无奈地叹一声气。他没有现如今电视剧的规模，也没有当下超红小生的加盟，有的只是一群少年人，怀揣着热血闯进这侠客世界。作为当年爆红的游戏改编产物，《仙剑一》的巅峰也陪伴了许多骂名、毁原著党、选角不如一党等等。16年过去了，我们也都成家立业，才逐渐懂得了故事中的苦辣悲甜。主角团的一路经历，不就是我们岁月变迁的成长过程？试问现在的少年人，谁不想当一个盖世英雄啊？你可以是让父母安心的大侠客，亦是能不辜负对方的英雄。总之，让我们一起穿越到16年前，去见证那承载美好回忆的仙侠世界。事关南诏国，吴王在拜月邪教的鼓动下，将处死自己被当作女妖的巫后，而事实上，巫后乃是女娲后裔。吴王自当要维护巫后，为此，拜月邪教教主石人杰不惜唤出水魔兽，以国人性命为代价，逼迫巫后出手，最终引发大乱。在李逍遥与九剑仙两位大侠的帮助下，巫后的女儿赵灵儿得以逃出南诏国，一路躲进了仙灵岛。李逍遥，余杭镇一家普通客栈的店小二，自小跟婶婶长大，人如其名，逍遥自在，说白了就是游手好闲。和普通叛逆的少年一样，李逍遥也渴望成为大侠，条件有限，也只能在梦中幻想。臭小子，还偷懒！今日客栈来的一批人，又让李逍遥想起了梦中的情景。作为一家狗看了都摇头的客栈，这一批人是开业以来第一批客人。入店后更是大方表示，这店我们包了，这韭菜不得狠狠嘎一刀啊！婶婶当即让李逍遥上楼演戏，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客栈贼火爆，包店要涨价。几人也不介意啊，全当看猴戏。这边李逍遥接到新任务，买些食材回来给韭菜们当韭菜。逍遥哥哥在村里那可是祖师爷级别的，放个屁姑娘们都得追着闻，更是放下一句猪狗不如的名言：发财以后死老婆，这才是男人最大的幸运吗？一同长大的小伙伴小虎对他也是无奈又嫉妒。婶婶很快就逮住了作妖的李逍遥，在集市上展开了激烈追逐。没一会儿，李逍遥就躲进了饭馆，拿着经费正要点大鱼大肉，小虎就被一伙人追到了饭馆逃命。仗义的李逍遥果断出手，两人引来无数人围观。人群中更有甚者说李逍遥是有爹生没娘教啊，这让婶婶的表情很难看。而小虎这次挨打也全因为李逍遥有爹生没娘教，绝大多数人对李逍遥都是这个看法。两兄弟前去寻仇时被婶婶拦下，李逍遥被强行拉到了先祖灵牌前面。望子成龙的家长没有一个不是在问题面前先质疑孩子的，婶婶同样如此。自己这个臭侄子整天游手好闲，打架赌博泡妞样样不落。也在气头上的李逍遥说话也不过大脑了，说婶婶教坏了自己，他又不是自己爹娘，害得自己只能当个小二之类的畜生话，做事就要离家出走。急火攻心的婶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，李逍遥这才后悔刚刚的举动。说到底，婶婶是现在最亲的人，这一切不过是拜月邪教的阴谋。李逍遥之前的那场梦并非是梦，而这都是后话了。拜月教徒们打算利用李逍遥破除仙灵岛的结界，带回巫后的女儿赵灵儿，好给自己教主一个惊喜。自然要将这些事儿美化成求医救婶婶，称岛上的灵丹妙药能治百病。说着还给了带孝子2件法宝，其一便是破除结界的破天锤，其二便是抵抗瘴气的药丸。为了婶婶，李逍遥毫不犹豫相信了他们，连夜启程前往西南方的仙灵岛。此行可谓是凶险至极啊！100米高的海浪也没有阻挡他救婶婶的决心。好在大浪过后，李逍遥被冲进了仙灵岛。岛如其名似仙境，李逍遥像个无头苍蝇乱撞，他这才想起破天锤。看守岛屿的石像瞬间失效，李逍遥一鼓作气解除了危险，随即一道亮光将他送进了湖泊中间，踏着荷花前行到了岸边。眼前叠得整齐又香味扑鼻的衣裳，李逍遥看出这是女子之物。循着视野望去，湖中仙女正在沐浴，此女正是女娲后裔赵灵儿。李逍遥看得痴迷啊，全然忘了自己在偷窥了。
好美啊！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。被逮住后，少不了一顿天打雷劈啊！赵灵儿很快看清了这流氓的全貌，想起了10年前的大侠李逍遥。逍遥，逍遥哥哥！哥哥长哥哥短的叫着，让李逍遥摸不着头脑。10年前自己还是个小屁孩，怎么就成了大侠了呢？然而他糊涂的样子，赵灵儿更爱了。他蹦跳拉着李逍遥来到一棵小树面前，今天满打满算刚好10年，树上承载着这3000多个日夜的记忆。赵灵儿完成了李逍遥的功课，每天都要开心，可李逍遥仍然想不起这过往。此行来最重要的是为婶婶求药，焦急的模样是掩饰不了的。赵灵儿见状，把重逢的喜悦抛在脑后，带着李逍遥来拿了紫金丹，包治百病。从赵灵儿口中，李逍遥还得知了一件事，那便是小虎也曾上岛求药。顾不得多想，他就要回去救人。然而此时灵儿的姥姥回来了，他连忙带着李逍遥躲进柜子，紫金丹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他们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对视着，一介流氓坯子看得入神啊，嘣一口怼在了灵儿脸上。从未有过岛外的生活经历，灵儿哪懂男女之情啊，反嘴也是一口。李逍遥可谓是占尽便宜得寸进尺，他的恶行很快被姥姥发现，正要教训这无耻之徒，但看清面貌后，姥姥突然下跪磕头，答谢10年前救命之恩。祖孙俩回忆起当年的事儿，都是一脸感激。小时候灵儿只知道哭，但李逍遥带她去见了一片红色蒲公英后，灵儿就奇迹般的止住了眼泪。姥姥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啊，一眼就看出李逍遥不记当年事了。灵儿不甘心，拉着他看了一样东西，10年前李逍遥留下的种子。当日他说种子发芽时会来看灵儿，可10年来贴心浇灌，种子仍未有变化。然而当李逍遥扒开土拿出种子时，才发现这不过是一粒石子儿。灵儿仍然坚信逍遥哥哥不会欺骗自己，就算是石子儿也会有发芽的一天。李逍遥不得已找到了姥姥，他需要跟一个明事理的人去解释同样的面容不同的记忆。这事儿让姥姥也难以置信，他怀疑曾经的大侠是李逍遥的父亲，然后借助儿子之名行侠仗义。此番举动让姥姥更加尊重那位大侠，更是不遗余力的去帮助恩公的后代。但有个条件，我要你跟灵儿马上拜堂成亲。什么？这一夜灵儿仍然在照料种子。通过李逍遥的表情，我们看得出他为了婶婶答应了这门婚事。祖孙乐开了花，逍遥麻了个巴呀。这一天对灵儿来说是幸福的，姥姥也是欣慰的，她这一辈子只希望孙女儿能开开心心。今后灵儿有了依靠，她也能放心了。南诏国的习俗，少女出嫁时会找一位一生幸福的老人来为其梳头，一梳梳到尾，2梳白发齐眉，3梳儿孙满堂。拜堂时李逍遥突然反悔，他不愿意为了一颗紫金丹而去糟蹋灵儿的一生，说罢就跑了出去。在种子一旁，灵儿找到了李逍遥，哪怕他清楚真相，也依然不想放弃。灵儿认准了李逍遥，他难过的流下了眼泪，这也是他第一次违背了当年的功课。泪水落在种子上，石头竟然也发了芽。石头也能发芽的吗？也许是命中注定，李逍遥认了这门婚事。毕竟是一个清纯可爱、冰清玉洁的姑娘，李逍遥哪能不动情？洞房花烛夜，李逍遥把娘亲的碎玉镯赠予了灵儿，灵儿也将一切都给了李逍遥，并在他手掌刻下了灵字。只有李逍遥真心爱他时，才能存在。这段感情的开始，让李逍遥改掉了游手好闲的臭毛病，肩负起了一个丈夫的责任。可他必须要回去救婶婶，他答应灵儿，婶婶康复后便马上回到仙灵岛，带着婶婶一起回来，幸福的生活下去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然而拜月教徒突然现身，结界已破的仙灵岛不足为惧，李逍遥这才想起自己被利用了。姥姥带领岛上的所有女子前来救驾，用鲜血铺了一条生路。姥姥身负重伤，命李逍遥带灵儿逃走。清楚自己不是敌人对手，李逍遥没有盲目去讲义气。当灵儿看着一个又一个的族人倒下，他施法将李逍遥推到了船上，独自一人杀了回去。前所未有的仙法击败了3个教徒，可姥姥身负重伤，生死未卜。李逍遥醒来后，婶婶就在旁边，紫金丹治愈了他。这些天没少替侄子担心。李逍遥匆匆忙忙就要赶回仙灵岛帮忙，却在拐角听到了教徒们的对话。得知仙灵岛遇难，他抄起菜刀就要拼命，奈何并不是对手。之前服下的所谓灵药起了效果，
李逍遥痛苦难耐，只是一个瞬间，李逍遥就忘记了这些天的经历。那丹药真名叫忘忧散，乃是苗族的一种蛊术。失了忆的李逍遥反倒招待起了3个仇人，但他总是会有些模糊的记忆。回到镇上，百姓不再骂他游手好闲，貌似救婶婶的故事让他成了带孝子。可这些事儿李逍遥根本不记得了。小虎帮他疯狂回忆，李逍遥仍然是那副断了片的模样。夜来无事，李逍遥漫步在丛林中，可就是记不起来自己出海干了什么。一个鬼影从树上跌落，喝得蒙醉的道士摔倒在了李逍遥面前。见是一个醉鬼，李逍遥马上吹起牛来，无奈盖世英雄李逍遥是也。闻得此名，酒鬼猛然醒酒，余杭镇的李逍遥，看你骨骼惊奇，是个练武奇才，你小子今天起就是我的徒弟了。李逍遥心想，你个死酒鬼能教我什么呀？转头就开溜，恰好遇到了虔诚跪拜的3个教徒，跟跳大仙一样月下抽风。说起灵儿这边，他爆发仙术后，远在南诏国的阿奴感应到了他的波动。他和公主是自小的玩伴，一同在无名指上绑定了一线牵，这是一种能感应到对方的手段。10年过后，阿努再次感应。南诏国属于云南一带的古国，而苗族又有蛊术的说法。南蛮妈妈作为阿奴的养母，自小就管束这孩子。得知公主一事，他们很急迫。阿奴感应到公主非常恐惧，这让他也同步到了痛苦。南蛮妈妈就要禀报吴王，可如今的南诏国早已变天。吴王虽是一国之主，但是真正有话语权的却是拜月教教主石人杰。通俗来说，这个人就是传销头子。教主踏海归来，法力可见一斑，他能感知到阿奴的异常，一指点下，阿奴不再难受，反而觉得这老头子像个好人。南蛮妈妈见状，也未将公主的事说出来。教主自然知晓一切，为了让吴王心思在朝政上，教主欺骗他灵儿过得很幸福。身为一国之君，不应只去担心自己的女儿，应当是忧心于整个国家的千万子民。听懂掌声啊！吴王如醍醐灌顶，连忙表示：大师，我悟了。传销头子自然需要信仰之力。教主称自己在天涯海角带来了天涯树，他要求人们早中晚跪拜此树，天涯树会受虔诚的影响茁壮成长，100年后开遍整个南诏国，届时南诏国将会成为另一个天涯海角。而李逍遥看到那3个抽风的教徒正是在跪拜天涯树，他并不知道这其中的缘由，就算不失忆，光看就知道这3个人不是好玩意儿。这些天李逍遥常常尾随他们出行，跟到一半，一个鬼影从房顶摔了下来，又是醉鬼九剑仙，迷迷糊糊的也要赶来收徒。听着，我一定要教你功夫。李逍遥自然还得开溜啊，然而这家伙阴魂不散，比鬼都难缠。九剑仙见状撂下巨喊：3天之内你必拜我为师。李逍遥哪能认输啊，直言道：我要拜你为师，我喊你爷爷。随即一阵金光爆发，耀眼到李逍遥无法直视。只见九剑仙腾空而起，飞向天空，身后跟着个傻小子，隐约可以听到他在喊爷爷。计谋得逞的九剑仙一直点在了李逍遥身上，一股精纯的力量涌入全身。九剑仙的剑法如跑马灯浮现在眼前，展示了几个碎片招式。九剑仙傲娇起来了：我呢，可以追着你收你为徒，但你不能拜我为师。来，陪我喝酒去。许久后，两人借着酒劲儿靠在一起。李逍遥惆怅自己忘掉了什么事儿，但就是想不起来，这让九剑仙羡慕不已。他只有喝醉的时候才能忘掉一些事儿，酒醒后又会被这些事儿折磨。撂下一句既来之则安之，九剑仙就要倒头大睡。李逍遥念及他教了几招武功，想拉回客栈休息片刻，但九剑仙呢，喜欢以天为被，地为席，一招回头杀从李逍遥面前消失了。那边好像有美女啊！啊，哪里啊？喂，前辈，前辈！回到了客栈，从婶婶口中得知，那3个住客现在诡异的很，明明是3个人，却要吃4份菜，不能上楼，要靠钩索送东西。李逍遥起了疑心，他在饭菜里下了泻药，趁机溜进了房间巡视情况。从一个大麻布袋里见到了一个女子，正是赵灵儿。重新见到逍遥哥哥，灵儿非常开心。可李逍遥早因为忘忧散忘掉了仙灵岛的事，更忘记了自己和灵儿已成亲。3番2次被眼前的男人忘记，相依为命的姥姥又生死未卜。
灵儿流下了委屈的眼泪。3个教徒刚错完戏，进门就看到2人要跑，李逍遥拉着灵儿跳窗逃走，可没走多远就被撵上了。本想借助九剑仙教的几招功夫对敌，但学艺不精，上不了台面。灵儿又有伤在身，不能施法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婶婶御空而来，这臭侄子除了他谁也别想动。片刻就与3教徒展开对决，婶婶以1敌3，不落下风，占了上风，还能全身而退。李逍遥早就看呆了，婶婶果真深藏不露啊！可接下来3教徒动了真格了，终究是从良10年，婶婶也只能带着孩子们跑路。只见几道剑光从天而降，寒芒之中伴随着畅快的大笑之声，九剑仙稳稳地落在剑柄之上。师傅出手，双指一引，3教徒马上就难以招架。九剑仙拿出酒壶，一饮而下，狂剑乱舞几下，教徒们就被吸进了葫芦里。战斗结束，一滴酒也没浪费。李逍遥那可是当场膜拜呀，求爷爷教孩儿葫芦喷水呀！婶婶怎能忍？我李家人岂会拜他人为师？自报家门，李芙蓉。九剑仙双眼圆瞪啊！当年江湖上有一绝色女侠，美若芙蓉的李芙蓉。想到这儿，九剑仙更难过了。一代女侠怎么成了个死婆娘？幸好你当年拒绝了我，否则我宁愿撞墙而死。哎呀！几番话勾起了李逍遥的好奇心，这才从婶婶嘴里得知，他是因为抚养自己才退隐江湖。此时灵儿突然跪下，恳求大家去救姥姥。听闻岛上没酒，九剑仙一溜烟的离开了现场。李逍遥因为忘记了几天前的事儿，自然也没答应。听了灵儿说了个来龙去脉，婶婶都忍不住骂侄子畜生。拜堂成亲入洞房，这种事儿怎么能说忘就忘啊？难不成是鬼上岛求药救的自己啊？李逍遥打死也想不起来。灵儿很失望，但百口莫辩。他拿出了碎玉镯，这东西的出现证明了一切。见李逍遥还想狡辩，灵儿准备用掌心的字儿来证明真假。如他曾经所说，当李逍遥不爱他时，灵字自然会消失。失落的灵儿逃到了这个陌生的小镇，偶然见到了小虎。一血男孩求药救父，两人聊了起来。赶来的李逍遥百思不得其解，就默默地在一旁跟着。灵儿也不愿意搭理他，直到李逍遥开口说去救姥姥，两人争执爆发了。人们都爱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，几个小妾还特意出来绿茶，这个灵儿气得够呛。最终3人一起坐船抵达了仙灵岛，可岛上死气沉沉，一种不妙的预感迸发出来。李逍遥追着灵儿跑进了岛中，他总是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，最深处尸横遍野。李逍遥猜测姥姥会在灵儿最喜欢的地方等待着。赶到时，姥姥只剩最后一口气支撑着身体。他知道李逍遥本性不坏，这次的事情也不怪他，同时也冷静推测出逍遥中了忘忧蛊，奈何此蛊没有解药。说着，姥姥喷出一口鲜血。紫金丹虽能治百病，但却不能让人起死回生。临终前，姥姥把灵儿托付给了李逍遥，让他务必将灵儿带回南诏国，届时一切秘密都会明了。姥姥突然望向天空，她看到了家、天空、河流，还有杜鹃花。他们将姥姥和众人葬在了仙灵岛。李逍遥不停安慰着失控的灵儿，他答应灵儿要把姥姥的骨灰带回南诏国，落叶归根，也一定会完成姥姥最后的嘱托，保护好灵儿。回到了余杭镇，婶婶替侄子做了主，当众宣布灵儿就是自己的侄儿媳妇儿，更是一手神助攻，拉近了灵儿和逍遥的关系。老娘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对别人像对你这么认真。这臭小子十有八九是喜欢上你了，你是个好姑娘，所以我一定要逍遥娶你，一辈子照顾你。至于忘忧谷这事儿，婶婶的建议是来强的。这边李逍遥来见了小妾，几句垃圾话甩出去，重归于好。叫来小伙后，宣布了一件事，他要护送灵儿回南诏国。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打你了，能不能多给我打2拳呢？嗯。怎么样啊？问世间心为何物？小虎够仗义，也够可怜的。他们玩闹的场景，灵儿都目睹了。渴望10年的盖世英雄，本以为要御剑归来迎娶自己，没想到是个大渣男呢。越想越不舒服的灵儿施了仙术。该说不说，这音效太低价了。转日一早，李逍遥成了3好丈夫，眼里只有灵儿，温文尔雅，举止书生范儿。那土味情话是张嘴就来啊！你喜欢我吗？不，我爱你。灵儿虽然享受这种感觉，可这样的李逍遥终究不是李逍遥，也不是他想要的爱情。
灵儿收回了那个铃子，晚上趁李逍遥入睡就撤回了仙术。第二天他又变回了吊儿郎当的模样。知道侄子的使命，婶婶拿出了一柄剑，是逍遥他爹提前留下来的礼物。事到如今，婶婶只能把他父母的事说了出来。他们夫妻绝对算得上是真正的侠士，劫富济贫，除暴安良，还留下了一本绝学《飞龙探云手》，留给逍遥自行摸索。今天拿出这么多宝物，就是怕李家最后的香火遇到危险。平时该打该骂的婶婶，却是世上最心疼逍遥的长辈。全村都出来送李逍遥远行，灵儿也辩解了自己和李逍遥的关系，称双方只是普通朋友。最终李逍遥带着不舍的心情离开了余杭镇，一路来不停鼓励灵儿向前看。南诏国内，拜月教主夜观天象，便知有大事发生，可时机还不对，他叫来了阿傩。五星相连那年，南诏国发生了大灾，教主却说等到第6颗星星出现，世间将会一片美好，而那颗星星就是我们的公主。这傻白甜马上就相信了教主的鬼话，当即出发接公主回家。此时李逍遥与灵儿抵达了苏州。瞌睡虫，逍遥哥哥，你不可以随便点我的鼻子，因为我只让喜欢我的人点的。热闹的景象让他们都来了兴致。这天也正是苏州状元刘进元回家的日子，街上人山人海，恭迎状元。很快灵儿就和李逍遥走散了，被推倒在街上，险些与刘进元相撞。好在他十分善良，没有为难灵儿，这可把李逍遥急坏了，怒斥刘进元猫哭耗子假慈悲呀。夜里两人没有去处，恰逢一个乞丐本想施舍几文，不料对方直接横抢，冲撞之下骨灰瓶洒了一地，两人顿时石化。李逍遥连忙盖住骨灰，不让乱风刮散。他四处求人讨要一个瓶子，祸不单行啊，一阵阴风刮来，纵使他们拼命盖住骨灰，终究也是徒劳无功。自责的李逍遥疯狂扇着自己巴掌，责怪自己太废物。他手中还握有姥姥残留的部分骨灰。李逍遥举起骨灰放在耳边，说姥姥告诉自己，他招来了风，他现在就要回家，他会在南诏国长满杜鹃花的地方等着他们。这是善意的谎言。灵儿知道逍遥的用意，两人送了姥姥最后一程，这便是他李逍遥的使命。终于哄好了灵儿，他们坐在湖边搞着野炊，终于把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了地。这时一个小男孩偷走了李逍遥几个包子，护食本能刚要爆发，就听说了男孩的悲惨经历。他被父母遗弃流浪街头，李逍遥的善心爆棚，直接管饱，但灵儿却嗅出一丝阴谋的味道。见这男孩狂塞几十个包子还喊饿，灵儿知道这是蛊虫作怪，略施一法逼出了食妖蛊，当下就决定留着备用。一大清早来吃饭，然而老板和小二都不搭理他们。顺着人群望去，才发现状元爷刘进元亲临此店，这让李逍遥好不舒服。别人怎么能抢了他的风头呢？连忙招呼老板上最贵的菜。当然了，我要点一个青菜炒牛肉。刘进元记起了灵儿，上前询问身体状况。那慰问的架势打翻了李逍遥的醋坛子。好在灵儿心里只有曾经的逍遥哥哥，让醋坛子好受了一点。刘进元邀请两人一起用餐，但李逍遥从未听说过鲍鱼什么的，众人连笑他乡巴佬。刘进元贴心的送来了一碗，灵儿一看，这不是我在仙灵岛天天吃的吗？李逍遥可谓是颜面尽丢啊！他买通了俩混混，称刘进元是假状元，自己才是真的。灵儿察觉到有人跟踪他，想拉着李逍遥去帮个忙，一顿糖衣炮弹式撒娇，李逍遥只能是贼喊抓贼了。哪知刘进元不按套路出牌呀！他打人了！你看他伤得那么重，裴姐，10两银子吧。这里有100两银子，最好拿钱去看最好的大夫。俩混混直接懵了。李逍遥赶到后，一脚解决战斗。知恩图报的刘进元请他们回了林家堡，以后在苏州的吃喝拉撒，他刘进元包了。林家堡正是苏州有头有脸的名门，也是个武林世家，娶盟主林天南正是刘进元的姨父。两人放下行李准备去吃碗面，结果百姓们像看到鬼一样四散而逃。顺着闹剧的源头看去，一身穿红裙反手拿皮鞭的少女正在殴打百姓，她已经把一对男女打得遍体鳞伤了。原因是男方好吃懒做，辜负了女方。路见不平的李逍遥怎能容忍欺压百姓的事情发生啊？上前与少女连过了几招，将戏谑夹杂进了对决。这飞龙探云手被李逍遥魔改的，请务必传我一份啊！被诬陷吃豆腐的少女直接自报家门，
她正是林家宝林天南之女林月如。李逍遥可不吃你林家宝还是蟹黄包啊，他直接把这恶女绑在了树林里以作惩罚。究其原因，还是这恶女要对灵儿动手。灵儿不忍了，拉着李逍遥回去放人。此时手无缚鸡的林月如被2个臭流氓给盯上了，他赶来英雄救美，还不忘让灵儿夸赞一番，却没想到刚刚松绑的林月如一剑刺穿了李逍遥的身体。你为什么不躲？我说过我是天下无敌的吧？逍遥哥哥，你为什么不躲呢？他的剑那么快，我怎么躲得掉啊？杀了人的林月如害怕的转身就跑，只剩灵儿施展仙术救下了李逍遥，而他也筋疲力尽的倒在了地上。这边阿奴快马加鞭，无名指的感应越来越强。没多久，灵儿在林家堡中醒来，李逍遥和刘进元就在一旁站着。刘进元乃是一介书生，贴心照顾人是正常的。擦脸不是这样擦的，让我来吧。服侍病人除了要细心，还讲究节奏，3、4、5、6、7。这给李逍遥气个够呛啊！刘进元擦脸还讲究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我们家表少爷是皇上亲自御笔点翰的状元，下个月就回长安做官，可谓是除了不能补，把李逍遥逼进了地缝里。温文尔雅谈吐的模样惹得李逍遥狂翻白眼。林家堡马上传来一件大事，林月如杀人了。林天南和刘进元一直在想办法，这毕竟不是个小事啊。林天南已经准备把事情包装成比武技不如人，前提是林月如要听话，找个夫君嫁了，能降住他的恐怕只有比武招亲了。说着，李逍遥出现在面前，那可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呀。刘进元站在道理这边，不停地让表妹为2人道歉。这对死冤家见面就掐，众人拿他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林天南自知管不了这刁蛮小姐，只能让刘进元去说个1、2。话说这书生可以以德服人，但是没说能以德服刁蛮女啊。第2天，忍受不了全家欺压的林月如就要离家出走，比武招亲什么的，他完全接受不了。林天南本是来劝他听话，没想到几句话下来，自己成了双标狗了。婚姻大事由爹做主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不能由你胡来。你跟娘还不是私奔的，为什么我就不可以？那是2码子事。很快呀，林家堡的比武招亲举行了。上台的各路猛汉无一不是奔着美色和林家家产来的，但也无一不是被林月如暴打的。台下的李逍遥就看热闹，灵儿本想让他上去比比，一听规矩马上就反悔了。谁也没想到啊，刘进元也参加了这次比试。他此行是想打败表妹，让月如摆脱比武招亲的束缚，心里是否为一往情深，那谁知道呢？看他这架势，显然是个高手啊。万没想到不战而败，灰头土脸的离开了。林月如还不忘借刘进元贬低所有男人，李逍遥这次可忍不了了，几番口水大战下来，红色方选手优先破防，抄起武器架就砸向了观众席。观众席可乃是藏龙卧虎，杀出一白袍男子，正是散修李逍遥。精彩比赛即将开打，观众们纷纷同意了李逍遥胜而不屈的要求。就这样，李逍遥代表着男人的尊严出了手，最终李逍遥一记飞龙探云手战胜林月如。林天南怎能放过如此女婿？观众们也反水大喊成亲。这下李逍遥怎么也解释不清了，林天南是不可能放他走的。李逍遥无奈之下提出2次对决，和林月如公平一战，胜便走，败便留。谁也没想到，李逍遥仅凭早前的1次交手，就学会了林家绝学3绝剑气，2次交手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。这一下林天南更不能放他走了。灵儿备受打击，昏倒在地。这边阿奴快腿加鞭，无名指的感应越来越强。林月如在几次被打败之后，渐渐的喜欢上了李逍遥，可从没有人让他这个刁蛮千金吃过亏啊。为此还专门学习了女人味儿。恶女与狗不得入内。那这样就不饿了吧？哼！恢复意识的灵儿死都不让大夫碰啊，帮忙阻止的林月如更是备受打击，只能花重金让灵儿主动离开。可惜屁用没有，这世上唯一认为他贤惠的人恐怕只有刘进元了。这边阿奴终于不用加鞭，在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，因为没钱而被欺负，阿奴立马变出了一堆银子，可随之而来的副作用就是满脸胡须，这归功于阿奴的圣姑师傅。自小阿奴爱偷吃东西，为了改变他的恶习，圣姑惩罚他，一旦变钱就会长胡子，一旦拔头发变吃的，那头发将不会再生长。灵儿还在养伤，李逍遥在林家堡也闲来无事，偶然间发现刘进元有个奇怪的毛病，跟数字7好像有什么仇。
要么每走7步都要检查一下锁没锁门，要么每走7步就会打土。总之逢七必有事。本想对灵儿说说这个有趣的事儿，却被指责捉弄晋元哥哥。见灵儿处处维护刘晋元，李逍遥醋意爆发，生着闷气就离开了。灵儿只能偷偷抹泪，她手臂上的鳞片痕迹越来越重。不知原因的灵儿极其害怕，没走几步，李逍遥又回到门前道歉，可里面一声不出，他只得再次离开。这一天，李逍遥又看到了林月如在欺负佣人，便上前打赌，谁先摸到对方谁就赢，输的人要遭受佣人一样的折磨。李逍遥一脚踩在了林月如的影子上，赢得林月如无话可说。解救了所有佣人后，惩罚林月如头顶西瓜，狠狠玩弄了恶女。林天南亲自出场，希望灵儿离开李逍遥。想到自己的蛇身可能会吓到李逍遥，灵儿最终同意了。饭桌上，李逍遥不停地怼着刘晋元，总担心这家伙看上了自己的灵儿，可人家一届状元爷就属嘴遁最强。李逍遥没办法，开始怀疑刘晋元接近灵儿，图谋不轨。一句话惹怒了所有人，灵儿也指责他过分。李逍遥一下就坐不住了，醋坛子里的陈年老醋当场发酵。为了灵儿的尊严，刘晋元也难得发飙了，两人就准备武力解决。李逍遥不愿胜之不武，让出双手双脚，且让刘晋元手持长剑对决。结局可想而知，不胜武力的刘晋元惨败呀。这下灵儿更生气了，李逍遥一下成了万人嫌，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显而易见了，刘晋元嫉妒李逍遥和林月如的亲近，而李逍遥又酸灵儿对刘晋元的好。刘晋元是书生，但也是人呢。不过他很快就反省了自己，带着大礼找上了李逍遥，一是为了之前的误会道歉，二是为了拜师学艺。他知道月如喜欢武功强于自己的人，所以刘晋元要文武双全，君子坦白，李逍遥自然收其为徒。他想的很简单啊，得了好处就行了，至于什么时候教学，看心情吧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李逍遥频繁到灵儿门前认错，如之前一样无人应答。完了之后就是遭到刘晋元的求学欲望。当晚，李逍遥拿着学费去了青楼，这让刘晋元搞不明白啊。美名契约要教会晋元一个道理，生活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爽啊。晋元也意识到自己被知识束缚了，性情之下，两人对酒吟诗。进这里，多泡漂亮美眉，圆圆脸蛋，只爱猪八恶女。对得好，当然了，救人一命，胜吃7粒葡萄。他们玩闹的时候，林天南为了女儿的终身大事，将灵儿锁在了屋内，直到李逍遥与林月如成亲。焦急的灵儿舌鳞更加清晰了，更是出现了想吐的情况。直到蛇尾现身，灵儿彻底失控，透过窗户逃离了林家堡。刘晋元昏迷前看到了蛇影，灵儿失踪的事在内部传开了。林天南眼皮子一转，想到一计，此事对李逍遥保密，这一下看谁能阻止他女儿成亲。他对李逍遥说是灵儿自愿离开，这让李逍遥暴怒就要动手啊。林天南一个大威天龙轻松化解。雕虫小技。此时灵儿逃到了树林，身体的变化让他极度恐慌，无助的他只能空喊救命，希望姥姥能回来帮他。南诏国这边，吴王召集了大臣，目的是为教主颁发金座。意图很明显，教主从今往后就是南诏2把手。教主上去片刻，金座就碎裂一地，他自认是做坏的金座，然而一众大臣却赖在了金座的质量上，可见南诏国现在是暗潮危机啊。南蛮妈妈的意见，吴王都当耳旁风，他依然挂念着女儿，但也时刻谨记教主的指引。教主建议吴王到圣湖附近走走，也许就能放下往事了。吴王对他的话百般信任，可圣湖附近堆满了尸骨，这让吴王难以接受。南蛮妈妈赶来提醒了他，这是10年前苦战水魔兽的地方，南诏国10万大军也命丧于此。吴王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罪孽，自顾自地跑向了远方，一路来到了石长老的隐居之地。这石长老正是因为当年巫后的事离开了南诏，对这个昏君也早就失望透顶。吴王赶来想请他再次出山，任何条件都能答应。石长老只留下一句话：我需要一个贤能的明君。这一番见面之后，吴王改变了做事方式，不再以教主为首，向一个真正忧国忧民的君主迈进。他当面对质了教主，传销头子可不是浪得虚名啊！教主借助一盘棋，想要继续操控吴王。此时的吴王骑虎难下，根本做不出任何应对。然而此时，一双沧桑有力的手按住了棋子，石长老来了。写到这儿呢，肯定有人说了：博主啊，
你光挖坑不填坑啊，拓展点类型，看看哪个效果好。该说不说，现在美漫圈的味道大家都看到了。这2天不义联盟一上线，似乎就看向了未来的走向，望理解啊。至于做仙剑呢，也并非是心血来潮，其实文案的开头部分早在今年2月份就准备好了，只是今天才彻底把它完善。一个人势单力薄，挖坑肯定会填上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话多多点赞支持，不喜欢的话直接在评论区开骂就行啊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